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00年7月，家住福建泉州的龚海荣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女人呢，自称是办理香港身份的工作人员。此前龚海荣在丈夫郭建明的安排下申请香港居民身份，所以她没多想就答应了。见面后这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告诉她，移居香港要做一项体检，说完呢就递给她了一张试纸，让她含在嘴里，还让她喝下了一小瓶液体。见到龚海荣吞下液体的同时，女人松了一口气，随即又显得很紧张，找了个借口迅速离开，丢下一头雾水的龚海荣待在原地。这个时候她才突然想起来，应该给远在北京经商的丈夫郭建明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郭建明也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并没有安排什么工作人员去找妻子采样。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反问妻子，那个工作人员到底长什么样子？20多岁吧，挺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个子挺高，像个空姐儿。听到这个描述郭建明大喊一声，糟糕，让龚海荣赶快去医院，立刻去，晚了就出大事了。泉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汞中毒。汞就是水银，虽然在各种故事里面呢，常见到用水银谋害人命，但实际上口服水银想要毒死人相对比较难，因为消化道对汞的吸收率比较低，加上治疗及时，总算是有惊无险。虽说捡回了一条命，但是龚海荣还是觉得后怕，心里更是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那个下毒的漂亮女孩到底是谁？为什么郭建明一副早就认识她的样子？她跟自己的老公到底是什么关系？郭建明和这个女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7年的春天，厦门航空的飞机上。离乡在外这些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头脑，郭建明在北京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整个人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和朝气。所以当他看到牌量调顺的空姐杨洋，果断就开启了搭讪撩妹的模式，不停的要饮料，为的就是找机会跟杨洋说话。填写这个旅客意见卡的时候呢，他又趁机缠着人家要联系方式。小姑娘平时肯定没少被人要电话，但是这次这个男人看上去真诚恳切，30出头的样子，衣着得体，人也精神。于是考虑了一下，给了个 BB 机的号码，算是给了个机会，一个可以已读不回的安全距离。下飞机后呢，郭建明对这个姑娘是魂牵梦绕于是经常呼她，约见面，约吃饭。可是对方呢，只是礼貌地回复过一次电话，婉拒了郭建明的所有邀请。可是这个事儿对于商场老手郭建明来说，这面对拒绝可是家常便饭凡事就怕认真2字。坚持了1年之后呢，郭建明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呼杨洋的时候，杨洋的妈妈回了电话，觉得这个小伙子态度挺诚恳的，就告诉他，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女儿放弃了空姐的工作，已经去北京大学读书了。BB 机呢，就放在了家里。这样吧，小伙子，我把女儿学校的电话给你1998年3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的宿舍里，宿管阿姨突然喊道：“杨洋，你的电话。”杨洋接起电话，发现竟然是郭建明打来的。他本来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和这个男人有任何交集，没想到自己来北京上学，郭建明也刚好 base 在北京，加上老妈来了这么一手神助攻，这么一想，2个人也算是有缘。可是助攻的妈妈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微小的善举竟是把女儿推入了火坑。为什么这么说呢？故事到这儿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郭建明在老家已有妻儿老小，老婆龚海荣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定居在福建泉州。而渣男并没有任何的迟疑，听到那个朝思暮想的女孩竟然来到了自己的地盘，郭建明更加坚定了自我，觉得老天都在帮他，一定要把杨洋追到手。跟杨洋通话的第2天开始，郭建明就成了北大的常客。他经常西装革履，手捧鲜花，要么是陪杨洋聊天谈心，要么是带他去一些艺术馆打卡熏陶。为了追求杨洋郭建明甚至在北大报了个英语学习班。一个年轻的富商为了自己能在30多岁的年纪从 ABC 学起，这让杨洋觉得这个男人很上进，对自己呢也足够重视。就这样原本事业脑的杨洋
在郭建明火热的爱情攻势里逐渐沦陷，变成了恋爱脑一枚。时间转眼到了98年的秋天，郭建明给杨洋打电话，让他放学到一处名叫罗马花园的高档住宅区来。杨洋到了才知道，郭建明在那里给他租了个房子。就这样，他和郭建明同居了。杨洋一直以来认为郭建明是世上绝无仅有的钻石王老五，直到同居后才逐渐发现郭建明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他会在接一些电话的时候突然改用闽南语，每次当杨洋试探性地问电话内容时，郭建明会变得吞吞吐吐，神色异常。98年年底，杨洋发现自己怀孕了，他有些惊慌，但更多的是将为人母的幸福。他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了郭建明，结果却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郭建明已经有老婆孩子了，自己是被小三儿了。原来看到杨洋想要结婚并且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郭建明觉得再也瞒不下去了，他索性向杨洋摊牌，在老家已经结婚了，还有个儿子。杨洋听到之后崩溃了，深爱之人是个有妇之夫，有着本来就幸福美满的家庭，而自己只是一个第三者。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而看到杨洋这么痛苦呢，这个平时在杨洋眼里非常坚强的男人也哭得稀里哗啦。他对杨洋诉说着自己婚姻的不幸，说自己结婚的时候还年轻，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本来想离婚，后来有了孩子呢，离婚的事情就搁置了。自从认识了杨洋就不想再跟妻子将就了。末了郭建明承诺会尽快离婚，然后给杨洋个名分。恋爱中的杨洋相信了郭建明的话，就这么原谅了他。眼见杨洋原谅了自己，郭建明就开始劝杨洋打胎，说现在不是他们要孩子的最好时候，一来呢杨洋还年轻，二来非婚生的孩子不好办户口。杨洋最终听了郭建明的鬼话，把孩子给打掉了。杨洋打胎之后再追问郭建明离婚的事情，才发现什么叫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他开始推脱起来，说什么孩子太小了，现在离婚的话对孩子的心灵造成创伤，给我一段时间好不好？反正你现在年龄还小，也不着急结婚，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一切的。其实这个时候杨洋非常被动，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物质上，他都离不开郭建明。一来是杨洋和郭建明这个时候正热恋期呢，爱的是难舍难分；二来杨洋没有收入来源，衣食住行都靠郭建明供养，情妇的角色就这样心有不甘地做了下去。但是打掉孩子以及郭建明迟迟未跟妻子离婚的事情，一直都是杨洋的心病。而1999年春节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令两人的关系出现了更大的裂痕。1999年春节腊月29，两人一起回福建过年，杨洋回厦门，郭建明回泉州。这次杨洋给郭建明下达了离婚令，逼迫他春节期间必须跟妻子摊牌。郭呢，虽然满口答应下来，但要真的跟妻子离婚他还是有顾虑的。妻子跟他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又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况且父母也是一大障碍，他们对儿媳妇龚海荣还是非常满意的。郭建明为难的样子没能逃过杨洋的眼睛，他把心一横，要跟郭回泉州。就这个春节了，要么你们离婚，要么咱们分手。郭建明无奈地带着他开车到了泉州。到了泉州以后呢，他把杨洋安顿在酒店，自己则硬着头皮在大年30晚上向妻子坦白了一切。直到这个时候龚海荣才知道丈夫有了外遇，她悲痛欲绝，跟婆婆哭诉。郭建明的妈妈也是气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一家人这一年过得那叫一个糟心啊！眼看着情况不对郭建明带着杨洋匆匆赶回了北京，把烂摊子扔在身后。没想到呢，郭建明的父母很快就杀到了北京，以给郭母看病为理由跟郭杨俩人一起住。父母这么一打探，其实也就明白了，俩人呢已经是无法拆散了，于是只好默认了这层关系，但是坚决反对郭建明跟龚海荣离婚，准备就这样耗着杨洋，直到他等不起了，自动退出。但这明显不是杨洋要的结果呀。身心俱疲的他熬到了1999年下半年，完成了北大的学业，开始考虑出国读书，以此逃避与郭建明的感情。对于杨洋出国读书这个事儿郭建明也非常支持，鞍前马后的帮忙办手续。于是呢，2000年4月，杨洋去了瑞士学习酒店管理，
本来以为远隔重洋，俩人分开了，这段感情就会慢慢冷掉。但是这个时候，郭建明这边又化身痴汉，天天打电话到瑞士去找杨洋。杨洋为了不让他找到自己呢，故意关机。而郭建明联系不上杨洋，就给他住的酒店的每个房间挨个打电话，直到找到他为止。杨洋到瑞士的第1个月，郭建明因为打越洋电话，手机话费充了3万多，这让杨洋认为郭建明是深爱自己的。于是第1个学期结束呢，杨洋一放假就回国跟郭建明团聚了，爱情死灰复燃，却没想到这是烟花最后的绚烂。杨洋呢，在最后1个学期的时候，从瑞士回国来看望郭建明。这个时候他得知郭建明最近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郭解释呢，因为他香港身份的问题，买房不得不用了妻子龚海荣的名字，还告诉杨洋这几天呢，龚海荣就要带着孩子来这套房子小住，而且是父母安排的。杨洋一听就明白了，郭建明父母是让龚海荣趁着他不在，跟郭建明巩固夫妻感情来了。杨洋很伤心感情我大老远从瑞士回来找你，咱俩在这你侬我侬的，闹了半天还是地下情我这一走，你转手就把老婆孩子接回来，享受天伦之乐是吧？杨洋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认为此时自己得做点什么。他临时起意要去泉州和龚海荣谈谈，就算不能让他们离婚，至少可以不让龚海荣趁着自己不在北京的时候趁虚而入。他找了个借口，背着郭建明就飞往了泉州。在飞机上呢，他注意到了报纸上有一条新闻说是一个小孩误喝了水银，汞中毒急救的事情。他一下子计上心头，下了飞机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水瓶装入水银。这天身在泉州的龚海荣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自称是办理香港身份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约他面谈。龚海荣答应了，然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下毒得手后的杨洋越想越害怕，于是迅速飞回了瑞士躲避风头，唯恐国际刑警会找到自己。可是因为杨洋已经离开国内，加上龚海荣后来痊愈了，这件事儿就暂时的搁置了起来。甚至杨洋2001年4月从瑞士留学回来以后，也没有受到警方的追查，原配的那盆水银算是白吞了。可是有一个人没忘记这事儿，那就是郭建明。他觉得杨洋已经疯了，居然做出这么阴毒又疯狂的事情，于是开始刻意的疏远他。而此时杨洋却已经离不开郭建明了，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已经十分依赖这个男人，他已经陷得太深，回不去了。根据杨洋的讲述，2001年6月27日晚上，他从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想要见郭建明最后一面，以做个了结。他从车库坐电梯到了郭建明家门口等他，一直到晚上12点，郭才回家。两个人进了门以后呢，坐在沙发上看了电视。杨洋问了郭建明的近况，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回了2句。这个时候郭的手机铃声响起，他拿起手机进入卫生间接电话，这让杨洋很不舒服，于是他跟过去在门口偷听。跟郭通话的是一个女孩，她已经有了新欢了。杨洋很生气，关掉电视，脱掉了衣服，在床上等着他。郭建明进入了卧室以后呢，杨洋故意刺激郭建明，说自己有了新男友，提到跟新男友在一起的各种细节。郭建明也非常生气，把杨洋摁在床上，报复似的向他疯狂输出。完事后郭建明睡着了，而杨洋呢，辗转反侧。凌晨4点，他看着天花板，回想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付出的青春和打掉的孩子，又想起郭建明那个新女友。他翻身下床，拿起了郭建明的电话，想看看他的新欢到底是谁。郭建明被惊醒后，看到杨洋翻他的手机，瞬间暴跳如雷，一把夺过电话，一边打一边大声骂着杨洋。是的，这个当初在飞机上明眸皓齿问他要电话的男人，这个手捧鲜花穿越人海向他走来的男人，这个让他成为小三打掉孩子的男人，刚刚还在床上翻云覆雨，现在就对着他拳打脚踢。杨洋的心也就是在这一刻裂得粉碎。回过神来的时候，
杨洋看见郭建明走到储物柜那里，想抄家伙打人，他吓得赶紧把手机往郭建明的脸上扔。郭建明不知道从哪里抓到了一把刀，朝杨洋走过来。杨洋吓得抓到什么就扔什么，双手乱甩，混乱间呢抓住了他的手，一使劲儿那把刀就到了自己的手上。据后来的尸检报告记载郭建明身上一共中了18刀，分布在颈部、胸部、腹部、四肢，而致命伤呢有3处，左胸上方2刀刺破肺叶，1处在腹部刺破肝脏。作案后，杨洋匆匆忙忙地收拾了现场，他把擦血用的床单、被罩都放进了洗衣机，又把杀人的刀子和其他染血物品装进垃圾袋，下楼开着郭建明的车到附近小区的垃圾桶内丢掉。他本来想要带走郭建明的尸体，但是无奈那个时候已经快天亮了，他放弃了这个想法，最终开着郭建明的奥迪逃跑了。早上保姆来工作的时候发现了郭建明的尸体，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在寻找杨洋的过程中呢，发现杨洋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他的母亲离婚后嫁给了一个加拿大人，常年定居国外，于是料到他一定会去加拿大投奔母亲，因此呢一直在办理加拿大签证的各个单位蹲守。终于10月8号，警方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抓到了杨洋。被抓后呢，杨洋显得很平静，仿佛已经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2002年9月9日，在杨洋被关押将近1年后，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杨洋听到判决时呢，神情很平静，他当庭提出上诉。随后，杨洋的案子被多家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杨洋是死有余辜，因为他先是给原配下毒，后来又18刀杀害了枕边人，手段极其残忍。而另一方面呢，不少人认为杨洋很可惜，因为是郭建明欺骗杨洋在先，后来又要抛弃他，杨洋这属于激情犯罪，本来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应该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2审时对此案非常慎重，还组成了合议庭。2003年3月13日，杨洋杀人案2审开庭，在庭审上，人们看到他已经把长发剪去，人也消瘦了不少。他在最后的陈述中说我不懂法，性格也比较倔强，遇到问题呢容易偏执。如果当时能够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寻求法律的保护，现在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个结局。2003年8月8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杨洋为死缓。改判依据呢有2个，第一是郭建明隐瞒结婚事实，与杨洋恋爱同居，有错在先。第二，杨洋并非主动拿到的攻击武器，有自卫的情节。看到这里一定有朋友要问了，郭建明身上18处刀伤，难道不能说明杨洋的凶残吗？杨洋的辩护律师称如果杨洋想要主动攻击郭的话，大可趁他在熟睡中动手，一刀致命郭身上虽然有18处刀伤，但大多分布在四肢，且多是划伤和轻伤，是在运动中形成的，且力度不大，这符合2人搏斗持刀的特征。郭的身高呢1.68米，由于经常寻花问柳，身体素质不佳，而杨洋1.7米，且经常运动，因此夺刀反杀的可能性是有的。当在法庭上听到改判决定的时候，杨洋泪流满面，哽咽不止，因为他有了生的希望。2004年春节的时候，杨洋的母亲从加拿大回来看望他，这是杨洋出事后母女俩的第一次见面。让杨洋感到意外的是，母亲是拄着双拐来的。原来在杨洋出事后，母亲便一病不起，因为膝关节坏死而截去了一条腿。母女两人这次见面没有太多的语言，只是不停地流泪。杨洋多想摸一摸母亲的脸，但那扇透明的玻璃将2个人生生隔开。那一刻他心如刀绞。后来杨洋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女儿，自从你出事之后呢，我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但身体上的病痛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心里无法言说的痛苦以及日日夜夜对你揪心的思念才是我真正的痛苦。这次来看你是因为我还要进行一次大手术，结果无法预测，我怕我闭上眼睛以后就再也醒不过来，再也看不到我的女儿了。为了和父母团聚呢，杨洋在监狱中认真学习了法律，他了解到如果他好好表现是有机会出狱的。于是杨洋在监狱中积极配合，还当上了监狱的文艺部长，
在监狱中办报纸、写文章，积极接受采访，用亲身经历告诫所有的人切莫感情冲动走上不归路。2006年3月，一份地方报纸报道了杨洋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服刑的一些情况。一个内蒙古的青年跑到了黑龙江女子监狱门口，哭着喊着要见杨洋一面，还说正是看了杨洋杀人的报道，他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杨洋案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很多情节主要是根据他自己的讲述。那就一瞬间，就那一刹那，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是恨他，我就是恨到我想拿刀捅他。让人在替他惋惜的同时，不可避免产生了怜香惜玉的同情。不过有位前后5次采访过杨洋的法制记者，有着下面这么一段描述，让我们看到他性格中复杂的一面。杨洋是一个心理素质极好的女人，她时而笑语朗朗，时而充满哀怨，时而语气淡淡地讲述她对情夫的妻子下毒、杀死情夫的过程，让我感到她的理智和冷静让人毛骨悚然。在初秋还非常炎热的法庭上，法警手持警棍，法官表情严肃，杨洋的笑脸灿若鲜花。听着他银铃般的笑语，我后背直冒冷汗。2005年10月28日，杨洋因为表现良好，从死缓减至无期，07年呢又从无期减刑至16年的有期徒刑。再后来2017年传出了他已经刑满释放的消息，从此之后就再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我们也无从得知他最终是否和母亲团聚了。这个案子讲到这儿我头一次觉得没什么必要再发表什么评论了。如果您有什么感想呢，大家一起在留言区来讨论吧。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